娘子，听说咱们女帝还爱搜刮男宠。放肆！你怎敢如此污蔑陛下？月儿，坐下。夫君只是随口闲聊，莫要动气。陛下勤政爱人，岂容市井谣言诋毁？你这丫头，气性倒比我还大。夫君，这传言是从何处听来的？献学里那几个富家子弟嚼舌根罢了。献学，朝堂风向竟已传到这青兰县野了吗？反正，陛下不是那样的人。娘子，月儿这丫头对女帝之事反应未免太过激烈了些。她幼年的时候被朝廷的人救过，所以对当今女帝心怀感恩。如今流言四起，她自然听不得。原来是这样。献学流言背后，恐怕不只是嚼人舌根，有人在刻意煽动对陛下的不满。娘子，你似乎很在意朝堂之事。我只是担心夫君，若朝堂不稳，你这县事怕是也要受影响。皇脉气息果然在此。动我娘姿，配认字吗？娘子，没事了。夫君，这字祖传辟邪墨罢了，幸好还剩一点。小姐，你受伤了。不妨事。月儿，还好刚才夫君出手救了我。娘子说笑了，祖传辟邪墨所写，镇妖之用，可惜墨已用尽，字迹怕是留不住了。徐公子，您当真只是书生？家徒四壁，若非祖上留下这点墨，今夜怕是凶多吉少。好了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就是他们家，昨夜妖祟进了他们家造访。徐家娘子，听闻你体质特殊，易招妖祟。大人明鉴，妾身惶恐，不知为何妖祟。妖祟袭人乃县治安之师，为何反指我娘子为祸源？墙上有血字，邪性的很，定是他们家招来的。这字确实古怪。徐年，你县试资格暂且停了，待查明再说。大人，妖祟伤人，反停受害者资格，是何道理？小婢女多嘴，此事已报县学，教义自有定夺。徐年，你家招妖污了文庙清气，县试资格停了。教育大人，妖祟袭家，学生奋力自保，何罪之有？县学不会允许污秽之人淹事，你莫要纠缠了。学生明白了。寒门子弟还想攀科举，痴心妄想，这不是咱们那位天才吗？果然在青兰县闻到镇妖血字，竟出现在这寒门之家，得禀报首府大人了。一个招妖的废物也配进考场？学生昨夜已向县衙省报，妖祟袭家，非我所以。你家墙上那血字邪气冲天，文庙清气都被污了。县学规矩，凡涉妖兽者，一律停考3年，滚吧！规矩？哪条规矩写明被妖兽袭击者也要停考？教义大人就是规矩，你这种穷酸还想反驳？学生明白了。首府大人交代的事儿办妥了。夫君，先吃点东西吧。娘子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妾身是怕夫君难过郁闷吗？娘子，你先回去吧，这里人多。那个富家学子刚才一直在看教义的脸色。听说上头点名了，就是要废掉这个徐年。首府大人，他怎么会管青兰县一个小书生？谁知道呢？反正教义今天特别硬。陛下，我听见他们提到了首府。首府？他一个小小的首府针对我夫君干什么？既然你们不让我凭本身科考，那我只能用点别的手段了。我一定要考取功名，让娘子和月儿过上好日子。
替人抄书3000一篇，虽然钱不多，但却可以通过系统慢慢增强我的实力。检测到残卷文气，正在提取，文道修为+1，救治补试。若考生因不抗力失考，现学可依组规，于3日内另开补试一场。原来规矩早就写在这里了。青兰县学，藏书倒是齐全。这字圣文真意，怎么可能出现在一个寒门书生笔下？顾先生，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巡考应在正堂。刚才谁在此处抄书？是被停了考的徐年，他来替人抄书赚点银钱。徐年，青兰县那个引妖的考生。文庙旧制第37条，学生因妖祟袭家失考，属不可抗力，现学应于3日内为我另开补试。你从哪里翻出来的？废纸堆里的东西也能当真？祖规白纸黑字，教义大人莫非想为之？好，那就给你一场补试，明日午时你来临时考设便是。学生谢过教义。考题已经换了，他就算能考，也必死无疑。补试考题在此，考生徐年入内应试。等等，顾先生，这是县学定下的考题。这不是县学认题。顾先生何意？卷筒封条是新的，但里面的纸墨意不对。顾先生怕是看错了，这就是人题。你若进去，写的就不是经义，而是猪妖册。猪妖册，正好，我昨夜刚镇了一阵。你确定要考？考题换了，才好看清是谁在背后伸手。这青兰县藏的东西可真不少。补试临时加题，当场下出猪妖册。出妖册，这不是现学精义，寒门背书会，策论可就难了。题意落定，赶考就写。题换的倒快。现学惜才，才给你机会。机会？这只为入案，以先伤人。顾先生，考场重地，慎言。经义是心，测明事实，这卷却在示命。顾先生看见什么？文道有规，正默养神，邪默入目，仙词灵谈。一张考纸也能说成邪默？只就封心，默死气活。气活那是何意？你们若看得懂，便不配坐这里。徐年，你若拒了，可弃考。我若弃了，正合你意。你若落笔，轻则失神，重则文心尽裂。顾先生是在拦我，还是在救我？我只是不愿见脏东西污了考场。越是脏东西，越得见光。考题换了，才好看清是谁在背后伸手。还真不是普通调包，连残液都塞进来了。检测节气污染，可吞可炼，可反噬源头。拿考题做刀，不像现学那群蠢货。既然冲我来，那我借你的纸，写我的句。徐年怎么还不写？怕是连侧头都不会起。再拖一刻，便算怯场。急什么？妖还没露头。第一句先定祸根。妖祟乱世未必生于山野，也可能养于人心。故弄玄虚。第二句再落刀。诸妖不先诸事，白斩无功。已开始反吞节气。很好，想试我就别嫌疼。你们听见没有？像有水声。妖界邪气前行，人界大义藏锋。若任其入学宫，文庙亦成巢穴。不考！主考大人，考的是猪妖醋，我答题而已。故当以正气为喻，以文章为刃，一笔照肩，一字猪妖。猪妖！
文中动了，谁敲的？没人碰钟啊！压住！都给我坐下！不过是木梁震动。木梁不会应圣意。顾先生，你慌什么？写完了。你文中藏了什么？主考亲自出的题，总不会不敢看吧？一缕圣文真意，青兰县果然藏了人。你那篇册不是韩庄能写出的。顾先生抬举我了。我只认文字，不抬举人。那先生认出什么？认出你落笔时卷上邪气在退。许是他见我自丑，自己跑了。还能说笑，看来你伤得不重。听这话，像在替我验伤。文气郁结会乱心跳，神魂受侵会透空光，你一样都没有。也许我天听命应。命硬的人不会故意收尾。收尾？最后3句你压了风，若不压，今日想的不是一生。考个补试而已。真把钟阵列了，县学赔我吗？你怕出名？我穷，穷人出名多半先遭殃。可你还是进去了。不进去，别人以为我好杀。你到底是谁？徐年，青兰县人，会写几管文字，家里还有娘子等饭。从今日起，我会看着你。那顾先生得看仔细些，藏得深，才能活得久。听说考试中自己想了，像是有异才出世。异才2字最找到。主考那副脸不像林世奇，捐能换，残业难得，节气更不是青兰县能养出来的。污染院层级较高，疑似结门外溢。结门首府，还真搭上了。韩仲言要断告我科举，如今又借考题碰我神魂，这不是俸禄，这是验货。他在看我值不值得再下重手，或者不止他一个。原著里那位也该快到了。沈宇还若提前入局，青兰县就真热闹了。婉月这2日太安静，吴越跑得也勤，一个会看朝局，一个会听风声。我家这座破院子，怕是比县学还藏事。徐公子，你娘子午后送过饭。送到考场了？是啊，还叮嘱你趁热吃。他倒像算准我能回来，看来今晚不止我有话要问。夫君回来了，补试可还顺利？题挺热闹，家里这顿饭也像有话。少爷先用饭吧，凉了伤胃。你倒比我还急。我给你留了最底层的糕，你喜欢甜口。这可不像糕，像是谁故意留给我的。夫君先别碰。晚了，不重，倒烫手，材质也怪，金不似金，玉不似玉。少爷，放下！哦，你认了？我只是怕扎手。怕扎手，还是怕失礼？奴婢没有，奴婢只是眼花。吴越，茶凉了，去换。是夫人。一枚旧物能让他腿软成这样？下人没见识，见了亮东西就慌。他慌的不是这个，是规矩。夫君今日考得太累，看什么都像局。可他偏偏出现在饭盒底，还是你亲手弄的。若我说是捡来的呢？那你运气真好，随手一捡，捡到能让吴越差点跪下的东西。就是而已，不值钱。不值钱的东西，不会有火，也不会让人不敢直视。少爷，真是误会。误会多了，就不是误会。夫君若想问，等时机到了，我会说。时机？看来你们确实有事瞒我。苏婉月留下的半枚黄纹印记，再加上吴越这反应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家里没一个普通人。还是热的。别来找我。
吴越，少爷，怎么了？苏婉月去哪儿了？夫人说去集市买些东西，买什么？米还有菜。她一个人去的。是。你比我还慌。少爷，我真不知道。床铺是热的，字是冷的。他走得急，你知情。少爷，夫人交代过。交代什么？别问。家里2个人瞒我，现在只剩1个了。新者，云雀商行方向。听说云雀来了贵客，县令都亲自去迎了，阵仗不小，马车都3辆。贵客，他不会去哪里？车辙到这里断了，脚印很轻，不是男人的脚印。他来过，但没进去，绕过去了。账目错了3笔，贵人恕罪。错1笔，罚1月俸。是。青兰县的云雀分行，不该有这种疏漏。夫人，痕迹清了，外面有人。少爷在找你，让他找，但不能让他看见我这样。吴越在帮他，清痕迹，挡追踪，他们是一伙的。黄文在提醒我，她不是我的小娘子。青兰县妖气。沈公子奉旨寻访，果然是天命之子。奉旨而已，顺便看看有没有值得提拔的寒门。听说前几日卜氏有异象，文中微明。是有一个书生，名字徐年。徐年，还有镇妖血字，都在他墙上。有意思，一个书生能镇妖，能引钟，我得见见他。卜氏异象的记录，主考说，那书生写的是诛妖策。节气残烟被反噬了，不是普通文道。还有镇妖血字，残留文艺很强。2种痕迹都指向同一个人。他在藏，藏得很好，但藏不住天命。公子要亲自去试探？不用试探，他会自己出来，因为他的妻子今天不见了。云雀商行的贵客和失踪的妻子，巧合太多就不是巧合。这位书生，我们很快还会再见。我不认识。我叫沈无涯，奉旨寻访的天骄。天骄找我做什么？看看你的字，还有你的妻子，小心藏好，藏不好，天命会找你。黄文在烧，他在警告我。沈都下盯上我了，苏婉萱和吴越一起瞒我，一件天大的事。今日寻访
不为施恩，只为验字。青兰卜筮那一夜，有人引文中威名，这样的人不该躲在人群里。这是要点圣才，谁被点？徐年，你可敢与我同写一字，验一验，谁才配承天命？徐年，那个寒门完了，被盯上了。不去失窃。天骄当众点名，我若不应，岂不辜负这满城热闹？好，我等你上台，也等你露底。字可镇山河，也可照妖心。诸位看好了，我写一字镇。镇字，好大的气魄！天骄就是天骄，纯粹，朕不服天命之人。自未成先有金辉，此字怕真字化形。天去！万岁天骄，这才是成命之人。此字借文庙古意，可验真假。若有人心藏异端，站到他面前，自会现形。徐年，该你了，用你的字告诉大家，你凭什么站在这里？啊，匹诺纳木。主子，我也这样写了，别出手，让他写。可沈玉下的镇子已经压下来了，我想看看夫君到底藏了多深。你不用我背的笔，穷书生用惯了自己。握笔也敢上台，这是认命了吧？别污了圣地啊！你写朕，我写民，百姓之民，也配和天命并论。天命若真，就该落在百姓头上，不该挂在谁嘴上。安静，看次字义。民能载舟，也能覆舟。你那一字镇得住人，未必镇得住心。钟响了，三响，不是威名，是三响，文中人字了。不可能，我借了文庙古意，所以才输了。借来的事终究虚。名字压过镇字了，这压了天骄。够了，文中已判，今日胜负不在嘴上。徐年接令，你入复核名册，可直赴天书阁。直接入阁，那是寒门登天梯啊，也是鬼门关。先生抬举了，这名册怕不只是奖赏。你倒清醒，天书阁不是护身符，它只认价值，也只收可用之人。写得出圣意的人，会被捧进云京，也会被层层验明，验你师承，验你立场，验你是不是该被天下接住的人。若验不明呢？那就有人会先下手，把你当异端，把你当灾。先生还让我去？因为你已经被看见了。今日之后，你留在青兰才是死路。至于天命之外，意思更简单，有人要拿天命筛人，有人要借天命夺运。你若真能写出名字，那你以后要对的就不是一个县，也不是一个省胡衙。原来先生是在提醒我。不，我是提前告诉你，从你钟鸣三相起，你的路已经改了。果然，这不是文庙正气，是我借来的结印余气，竟被人反噬了。不是那夜是你，今日压我字的也是你。虚年，你不是寒门精才，你是异术。天命剧本里本没有你，可你偏偏闯进来了。能反噬节气的人，要么归我，要么毁掉。娘子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夫君。夫爷，你刚才的样子也太帅了吧！你终于承认了。奴婢先前只当您会写字，今日才知你写得动人心，也压得住那位天骄。沈无涯已经确认了，他不会再把你当成普通书生。你们呢？还要继续瞒着我吗？
婢先不装了。从今日起，姑爷若说护我家主子，奴婢信；若说您什么都不懂，奴婢不信了。我不会再瞒着你了。终于要摊牌了，但不是现在，是先设局。他既盯上你，那就让他继续盯，盯到自己露底。你终于肯一起演了。夫君敢在文庙显名，我也该在巷口跟你说句真话。接下来，别再只守着我，你得学着让我也守你。好，所以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，你到底还瞒了我多少？娘子这话从何说起？文庙那字不是寻常书生能写的，你藏得够深。娘子藏的也不浅。云雀商行那日，你可不是寻常妇人。我不问你底牌，我只问你，接下来打算怎么走？山果茶盯上我了，留在青兰县只会被他一步逼到死角。那就走，但不是逃。娘子有计。他既盯你，我们就让他盯，盯到他的人自己露底。你想钓鱼？吴越会放出风声说你怕了，要离县避祸。三路眼线总会有人忍不住动手。哪三路？县衙、县学、云雀商行，背后是同一个人。那我倒是开始期待了。姑爷，咱们真要走啊？这青兰县好歹是老家。不走不行，沈乔生那架势，我怕他再来一次文庙点名。夫君别怕，咱们先去临县躲一阵，等风头过了再回来。那我明天就去集市买些干粮，顺便跟街坊们说说，姑爷要出门避祸了。他会怎么放消息？哭哭啼啼说夫君被吓坏了，连夜收拾行李。县衙的人最爱听这种。奴婢这就去灶房烧水，明早赶路得早起。他演得倒真。他本就是宫里出来的，演个婢女不算难事。那咱们就等于上钩。娘子让我去书局买几本路上看的书。县衙那两个跟到半条街了，县学的人也来了，装成喝茶，眼睛却没离开过我。客官，您的茶。多谢。第三路在哪？徐公子，我家掌柜请您去一趟。何事？说是您前几日订的笔墨到了。好，我去看看。笔墨呢？掌柜说要先验验徐公子的身份。验身份？你们商何时做起官府的事了？我家姑爷是正经书生，你们凭什么验？是上头吩咐的，说徐公子可能牵扯些不该牵扯的事。上头？哪个上头？不说，那就留在这儿，等县衙来问。是首府大人门下的人传的话。首府？主子，这消息放他走，让他回去报信儿，说徐年明日离县。奴婢去清理尾巴，上行外还有2个盯梢的，干净点，别留痕迹。天书阁复核名册已递上去，多谢先生。但你可知这复核是什么意思？不是提拔，是筛选，筛出值得送去云京，受更高层审视的人。更高层？首府？不止，天书阁之上还有镇运司，镇运司之上才是御前。御前？你夫君写的那个名字动了太多人的心思，青兰县留不住他了。所以复核其实是押送，名义上是护送，实则是押送，送到云京交给该看的人看。先生可愿帮我们一次？我只帮值得帮的人，你们若真想破局，得先看清局在哪。学生明白。主子，人抓到了，从他身上搜出这个。夫君，你看，押送徐年入云京，交首府亲阅。这是首府府的暗记。他们不仅要盯你，还要把你押到云京，亲手交给韩仲玄。所以县衙、县学、商行都是他的人。奴婢认得这暗号，宫里见过。宫里是首府大人常以此印传密令。进京已成定局了。那就进，但不是被压着进。娘子有计，让他们以为压成功了，我们在半路上换条路走。主子，奴婢去安排。首府要见我，
那就去见。这一局我们赢了第一步，但下一步在云京。今日出城，按官道北上，3日入云京，任何人不得擅离队伍。顾先生这阵仗倒像押犯人。护你进京比押犯人麻烦。为何？犯人想逃，你不一样。夫君，路上小心。娘子不送我一程？顾先生护送，我自然放心。姑爷，若听见2短1长的哨声，别回头，往左避。你家主子教的？奴婢自己会的。看来你也不只会煮粥。月儿在县衙、县学、云阙3路眼线，有几路动了？都动了。还有一队人，昨夜从城西出城，绕到官道前面去了。那就按昨夜说的，主子要暗中跟着。他既敢拿自己当饵，我总不能真让鱼把他吞了。让开！让开！有刺客！围住！慢着，别去云京，他们要在半路埋了你。是你，徐公子，我不是来害你的，我是来还命的。刀口窄，入骨深，镇运司暗卫的手法。镇运司替朝廷清妖祟、查邪案的衙门，听着像正经地方。越正经的牌子，越适合藏赃事。青兰湖案不是妖祟误闯，说清楚。那黑壶是有人故意放进徐家。谁？我只负责封街、堵口、清血渍痕迹，不知道上面是谁。要晒人，晒什么人？晒能镇妖的文道种子。血字一出，你就入了名单。献血停事，不是换卷，文庙点名，都是一步步验你。原来不是杀我，是验我值不值得杀。现在验完了，他们不想让你活着进云京。队伍里有假的天书阁人。谁？我只听见他们叫他陈露。还有呢？他腰间不是葛印，是镇运司玉牌。别走侠道，侠道里有阵。什么阵法？徐公子，我亲过你家墙上的血渍，那字烫手。我知道你不是妖，可他们比妖更怕你。从现在起，所有文吏护卫重新验印。别急，鱼已经咬钩，现在拉线只能抓一条，让他带路。你想顺着他找到整张网？既然他们想半路埋我，那就看看谁先入土。检测到残碑阵印，可验印，可借势，可临时成阵。怪不得他们选侠道。这里的山势本就适合埋人。徐公子，赶了一路，喝口茶吧。多谢陈先生。公子知道我姓陈。顾先生早上点名，我耳朵还没聋。公子好记性，做书生的没别的本事，就记性好些。这碑文粗陋，不值得费神。粗陋的东西也有粗陋的用处。公子若想早些入京，我倒知道一条近路。近路？前面鹰嘴峡外有一条侧道，少走半日。顾先生谨慎，未必愿走。可天色若晚，官道露宿也未必安全。陈先生似乎急着让我换路。在下只是为公子着想。陈先生这玉牌质地不错，家传旧物，家传之物，自然要护好。那就走近路吧。公子明智。你明知他有问题，还答应？他若不带我们去，谁替我们找埋伏？你胆子很大。不是胆子大，是我娘子在后。你知道他跟着？他送我的包袱里放了3天干粮，可每一块饼都还热着。他若真放心我走，才怪。陈露，顾先生，这不是去云京的官道，也不是鹰嘴峡主路。侧路虽偏，却更快。快到哪里？过了前面断崖，就是驿路。
我走过云京路3次，前面没有异路。陈先生，看来你记错路了。山路相似，偶有偏差，偏差到把天书车队送进死路。所有人护车！护车？今日这车里的人一个都走不了。镇运司暗号。他不是去报信，他在镇本。徐年，青兰的戏演完了，该送你上路了。这路确实不错。什么？山高石多，风窄，适合埋伏。徐年，退到我身后！顾先生，退后3步。什么时候了，你还？3步。杀他！他在续字！往前！姑爷，左！还有人！我家夫君出门，怎么能没人送？娘子来的正好。少平，先活着。遵命。山石为垒，断崖为平。困！魂道阵法，你不是只会写字吗？你们查了这么久，怎么还只查到我会写字？带着凌厉的剑气，遇到这样的白刀，留活口！完了！主子说了，跑得最快的，通常知道最多。陈露，是吗？山高石多，风窄，适合埋伏，也适合困人。镇运司暗卫，冒充天书阁文吏，劫杀入阁名册之人。你背后是谁？死人不必知道。你说的对，所以我不问死人。别碰那个！看来碰对了。劫门残图，劫荒就尽。北荒就尽。传说每隔劫门开一次，吞国运，是文派。可他早该被封在北荒。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青兰到云京的路上？说明有人把北荒的门搬进了朝堂的局。外围攻守清完了，共7人，全是镇运司暗卫。这图我见过。在哪里？宫里。你去过宫里？云雀商行替宫中采买，见过吉言，不奇怪。见过吉言，就认得劫门残图。夫君现在要问这个？现在不问，进了云京再问。这件事必须上报天书阁。可以上报，但不能按时情报。为何？你若现在写镇运司劫杀劫门残图现身，这封急报到不了云京，半路就会变成第2个杀局。报，路遇匪土，已清剿。你也要压？不是压，是让他们以为我们还不知道自己调到了什么。残图留一份拓本给天书阁，原图先放在夫君这里。为何是他？因为他们要杀的是他。鱼饵若不带着钩，下一条鱼不会咬。娘子越来越会拿我当饵。夫君不是也乐在其中？这倒谈不上，就是有点想看看云京那张嘴到底能吞多大的鱼。你们进了云京也没用，那不是城，那是门口。灭口禁文，不是灭口，是门在收线。云京不能再慢慢去了。那就快些。他们半路杀我，是怕我进京，我偏要活着走到他们面前。青兰来了，杀局都路上遇了杀局，晦气里带邪气啊！徐年，正是。青兰湖岸文庙异象，路上死了文吏，你这一路倒比贡院绑墙还热闹。热闹不是我摆，首府新规
设一案者，先验身，再入阁。徐年是天书阁复合学子，按旧例可先入阁，再复诊。顾先生，旧例在青兰可能管用，到了云京要讲新规。若真清白，捡起来也还是清白。你这是羞辱天书阁名册。我是在替朝廷验人，字还能看清，人若被你们写脏了，就难写。少逞口舌。镇运司验身过了再谈考生身份。镇运司无权半路劫天书阁复合学子。带走。徐年，走吧。前脚进京，后脚入司，云京果然讲规矩。主子，他们故意当众折姑爷的名，折名只是开胃菜，要不要拦？不拦。主子，他既已入局，就让他先看看云京这张网。但镇运司的门要有人盯死。我要见司正。顾先生，人已经送到。天书阁复合学子，受我阁庇护，谁准你们半路劫权？不是我，是首府新规，凡涉湖岸、陆岸艺术者，先过镇运，再入贡院。连护送途中死了个贾文丽，也能算我头上。你活着，他死了，这就够冤案。荒唐！顾先生，你可以上折子，但人今日要验。镇运司验妖，不验考生。妖会披人皮，异端也会写文章。镇运司名字取得大，镇的是神运，是神明道，带入验镇廊道。虚年里头不对，这里像筛子，也像磨盘。人都送到磨盘口，不进去，怎么知道磨的是谁的骨？别逞强。顾先生放心，我这身骨头没那么好磨。站到阵心，不许乱动，不许碰杯。碰了会怎样？朕会知道你干不干净。巨文入衡，流运归池，这不像验妖的字。你懂什么？我懂字，也懂谁在拿字害人。检测到文运抽取阵，残缺结纹混入阵骨。验身是假，抽文气是真。原来如此。你们不查我有没有妖气，你们查我有多少文气能被抽。闭嘴！这杯角有旧血，朕心有哭声。被你们验过的人，后来还写得出字吗？再胡言，先上锁链。刀从不问砍的是谁，所以你们确实只配当刀。连阵骨都掺了结纹，昨夜那半张残图果然不是摆设。糟了，跪验申时前。跪？进了镇运司，人人都跪。那今日镇运司得破个实例。陛下，姑爷被带进镇运司了。谁的手谕？首府朱批。宫院门口闹得如何？当众踩名册，折寒门名声。韩仲淹还是老手段，要不要传旨劫人？现在劫只能救他一次。那先让他进去。主子，他看不见弟弟，我就白把人送到云京了。可镇运司有抽文阵，所以你去做3件事，请陛下吩咐。第一，调镇运司近3月密账，不要抄本，要原册。是。第二，传云雀商行把近月文墨、领纸、玉印流向对齐。主子怀疑他们做假账。不是假账，是真账，但账的用处是假的。第三呢？盯住镇运司地脉口，若里面亮黑文，立刻传凤令。若姑爷撑不住呢？他撑得住。陛下这么信他，他敢带着残图进云京，就不是来求活的，他是来挖坟的。挖谁的坟？谁把大明当坟场，就挖谁。韩仲先，你把镇运司藏得太久了，今日就让朕的丈夫替朕听一听，地底下到底埋了多少哭声。余年，首案验时，若不案，涉艺术者俱验，视同有罪。你们规矩真省事，想杀谁先让谁有罪。案。检测到强制抽取，可反押，可召援。召援？怎么回事？验尸怎么写名册了？乱阵！急什么？镇运司验人，总得让人看看，这石头以前验过谁。封住，不能让外面看见。原来不是验尸，是账。徐年，你艺术扰司，罪加一等。你们拿人命记账，我只是替账本翻个面。上，拿下！别急着拿我，你们地底下好像还有人没说完。
走。不是活人，是文魂。藤字没了，命也没了。你们是考生？有的是考生，有的是先生，都被收进来了。收进来养谁？不知道，只知道石头一亮，我们就少一笔。找的不是一笔，是命，是文道根骨。徐年，你还不走？司政大人，你们这地底下挺热闹。胡说什么？我耳朵好，听见有人在哭。镇运司指镇妖刑，是吗？可我听见的都是读书人的声音。立刻出去。好，我出去。但这哭声怕是要传出去，他不能出去了。看来我听对了。徐年，你自己撞上来。我只是听见了实话。实话。首府新规第1条，涉艺术者，先扣后审。首府新规第2条呢？地底哭声也算艺术，妖言惑众，罪加一等。镇运司敢私扣天书阁复合学子，他已不只是学子，他窥探地脉，扰乱验石，煽动文魂。地底若无文魂，他煽动什么？顾先生慎言。我慎言，你们就能慎行吗？这里是镇运司，大宁规制，不止镇运司一扇门。规矩是首府定的，大宁也不止首府一张嘴。带走，押入候审室。谁敢动他？顾先生，让他们试试。徐年，别激他。圣才到。镇运司，谁准你们动朕要看的考生？臣不知陛下过问此人。陛下口谕：徐年送入天书阁待审，未得再扣，未得私刑，未得以镇运镇验。此人涉艺术，你要与圣才争。曹民遵旨。两短一长。娘子。那道声音冷得像圣旨，尾音却像他。夫君，粥凉了。停顿一样，压怒时的字眼也一样，连谁准你们都像。徐公子，路颠，坐稳些。方才执灵的是宫里的人。是。那帘后那位呢？圣驾之策，不便多言。我见他拢袖的动作，像我认得的人。宫中规矩多，动作相似罢了。他走路先压左肩，转身先看侧后，这不是宫规，是习惯。公子好眼力。我更想知道，我家里那位小侍女怎么会在公道上有影子？公子慎言。我一向很慎，所以才越想越不对。娘子像个秘密，吴越也像个秘密，而云京像是专门等我拆秘密的地方。徐公子能得圣才，也是你的造化。草民只求按规矩考试。规矩正该说清，陛下要看的人，老夫自然不敢拦。可天书阁待审，总得是个明白。首府要怎么审？问心娟。问心卷照的是神魂深处，不是刑具。他最公正，有艺术他自现，有邪念他自明，有逆心他自裂。首府大人怕的究竟是艺术，还是不听话的人？好利的嘴，希望入卷后你也这么问。我反对滥用问心卷。圣才说送入天书阁待审，问心卷本就是天书阁审文心的旧器。你是借退为进，老夫只是守法。顾先生，你想进？不进，他们会说我心虚。问心卷不是普通考卷。从青兰到云京，他们给过我普通考卷吗？可以入卷，但我亲自监卷。自然，天书阁的卷当然由天书阁看着。入卷者赵心，心有邪，卷自明；心有逆，卷自裂。听着挺吓人。凝神，不要抗卷。若卷轩先咬我，那就证明他被人动过。第一问，你从何而来？青兰。第二问，你师承何人？巫师。第三问，你为何能反噬节气？
谁改了问墓？问心卷不该问这个。卷照本心，自然问他所见。因为他先吃我。你见过劫门？见过残图。你具天命吗？这不是天命，这是既定之书，众生各有位置，寒门为梯，百姓为心，帝王为所，天命之子为笔。你若改命，便是逆天。逆的不是天，是吃人的书。你可认天命？不认。你可服主角？不服。你想如何？此天命，当改。退！压住卷。问心卷裂了，不是邪气，是圣文真意。所有人后退！徐年在卷里做了什么？答题。问心卷不是给你答题的，那是给谁定罪的。狂妄！首辅大人，这卷若真公正，他列的第一下不该问我，那该问谁？该问问你，为何天命底下跪的都是百姓？徐年，够了。不够。我刚才在卷里看见了一条吃人的路，有人把它叫天命，有人把它叫国运，也有人想把它写成大明的未来。你在暗指谁？谁急就是谁。顾先生，问心卷裂，姿势体大，此人暂不得离阁。天书阁自会看押。看押？保护。顾先生，你要护一个裂卷之人。我护的不是他，是问心卷裂开前照出的那句真话。那就请顾先生护好，别让这句真话烧到陛下面前。陛下，天书阁及第，问心卷裂了。拿进写。是。这股文气不乱，是被一句话震开的。顾明沙传讯，他只说了4个字：此天命，当改。当改。首府那边已经记到，他们会借题做文章。韩仲言最爱拿公正杀人，可他这回没料到，列卷先到了陛下手里。他在卷里看见了什么？阁中人只知圣文暴走，不知卷中细节。但他会失控，一定是看见了不能忍的东西。陛下怀疑姑爷知道更多。他不只是才高，他像是在和什么旧局作对。那要不要压下这案？压，不如留。留在天书阁？不，把这个徐年留在朕眼前。御前殿试候选，破格留名，首府一定会反对。让他反，他反得越急，越说明徐年戳到他的命谱。那主子要不要见姑爷？现在不见。为何？他已经在疑我若太早露面，他会先看我。我现在要他看云京这盘局。徐年，朕倒要看看你要改的究竟是哪一道天命。寒门书生徐年破格入御前殿试候选。什么？御前候选？他不是才列了问心卷？陛下圣断，果然不拘旧格。你这一步走到刀尖上了。臣叩谢天恩。恩宠越重，规矩越该明白。御前候选进的是圣钱，查的就不止文章。首辅大人想查什么？查你的身世，查你的师承，也查你的心术。圣旨以下，先议资格，再论其他。正因圣旨以下，才更要复核。陛下口谕，徐年今日起入御前候选名册，3日内百官会议复核。臣遵旨。好胆色，希望3日后你还能站着答话。臣站不站得住看骨头，不看风向。御前候选关乎国运，来历不明者不可进圣。臣复议，徐年履历太薄，青兰小县五马师门却屡出异象，未免太怪。问心卷崩，终究前所未有。若传出去，天下学子如何服众？问心卷崩，不等于心术有邪。哦，卷承不住真意，也会裂。顾先生这话未免偏护，他若无师自通，岂不更像异端？正是。徐年一介寒门，何来这等文道根底？读书得来。天下读书人何止万千，怎么只你能列卷？那得成卷。放肆！年轻人口舌倒立。那我再问一遍，你师从何人？无门无派。谁教你观世成文？穷过自会看人间。
谁教你一句改天命？天若错了，总得有人说句不对。王妃，此次口含逆意。诸位都听见了，这不是才气，这是祸心。首府大人，你是复合学子还是先定罪名？我定的是规矩，明日再核证卷。若出身师从心术三者说不清，御前之名立刻收回。首府大人怕的真是我说不清来路，还是怕我说清了，你们这局就不好收场？青兰卜试卷取来。顾先生还要再查吗？不止查，要拿去堂上砸他们的嘴。就是这张，他写诛妖册那日，文中威名，一声威名够吗？不够，所以再取文庙旧中录。文庙那日旧中三响，也记在旧中录里。可首府要的是师承，他不是要师承，他是要一根绞索。顾先生若出面，就是跟首府撕破脸。我若不出，天书阁就成了他的印泥。卜试卷有圣文真意，文庙名字有圣文真意，问心列卷也有同一脉真意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不是借妖术乱卷，是问心卷承不住他的文心。您真信徐年？我信的是字，他那一笔没有邪气，有的是骨头。那首府若仍说他无师无缘，寒门读书本就不该因为无师先被定成异端。明日我亲自成证，从今日起，谁想拿文道当猎网，先问我答不答应。姑爷今日又顶撞首府了，哪句？臣站不站得住，看骨头，不看风向。像他。还有一句，天若错了，总得有人说句不对。这句更像他。首府已经开始查青兰婚期了，终于查到这里。若他查出陛下与姑爷那份旧婚书，他会以为抓住把柄。可那份婚书是真的，真东西最适合被他们当成假把柄。陛下要让他们查，让他们查，他越查徐年的妻子，就越会以为自己能拿私情毁徐年。那您，我去见你。现在？现在。以什么身份？苏婉月。陛下，偏院恭敬森严，所以才要去。万一被人看见，看见才好。主子是要拿自己做局。韩仲英查他的身世，师同心术。我若不去，他今晚吃的、喝的、睡的都可能变成刀。那属下带人暗中护送。我去见夫君，不是去打仗。可每次见姑爷都像打仗。你最近话多了，属下知罪。走吧。今晚我去送饭。不得私会外人，不得离院，不得与商贾往来，句句都是规矩，句句都像给我量好的笼子。姑爷，开门。吴越，夫君，你怎么进来的？走进来的。这里是宫院。我知道。你知道还来？夫君被人关进笼子，我不来看看，像话吗？你们越来越不像来送饭。饭是真的，人呢？也是真的。你会装乖，会瞒事，还总能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。夫君也一样，会装穷，会装弱，一句话能阵列问心卷，回家却还说自己只是书生。所以你今夜来是查我还是护我？都算。韩仲言盯我名声，也盯我出身。我知道。你知道的不少。我还知道你无师承这件事，明日会被他们咬死。那你准备怎么帮？先住下。住下？你是已婚，我来陪考，不算出阁。宫规会信？他们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敢先来先门。主子，继位换岗了。你还带了望风的，这排场不像上行妇人。那像什么？像有人怕你出事。那你呢？怕不怕我出事？怕，所以更想知道你到底是谁。我是苏婉月，也是你明媒正娶的娘子。今夜起，我在这儿看着你。你就不怕别人看见？看见才好。你故意的。韩仲昂想查你的妻子，我若不出现，他怎么查？你拿自己做饵。夫君不也常这么干？我皮厚，我命硬，再不进屋，就真有人来了。夫君还愣着做什么？替我开门。那是什么？护身符。宫里的护身符。姑爷看错了，徐年。今晚别问太多。那你来送什么？送饭。还有呢？送你一条活路。主子，有人去报信了，让他去。你真是来钓鱼的。不是我一个人钓，
夫君，你也在沟上。那你呢？我在沟旁边，鱼若咬你，我先割鱼嘴。娘子这话听着不像送饭，那像什么？像送刀。也可以这么说。进去了，还关了门。他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还关了门。好，那就让公龟替老夫杀他第一刀。御前候选，不得私会外人，不得出入偏院，不得与商贾私通，字字都是规矩，也字字都是刀。云雀商行奉膳，送入偏院。这个时辰送膳，徐公子明日要入殿试御医，陛下都留名了，饿坏了你的。孩子呢？有人放他们进来。夫君，娘子，今夜我住这儿，夫君敢赶我？你不是来送饭，饭是真的，住下也是真的。更真，公龟会杀人，所以我才来。你进来，他们盯得更紧。盯得紧才好，不让他们看见饵，他们怎么咬钩？主子，刚才有人去报信了，让他报。你故意走正门，不走正门，他们怎么有借口搜？你想钓谁？钓那条想在殿试前咬断你路的鱼。回首府，云雀商行女眷入了偏院，谁放进去的？禁卫验了牌，按规矩放的。规矩，好一个规矩！他们明知偏院被看着，还敢进去，所以才要让他们进去。首府想抓叶慧，不是叶慧，是商行女眷私入御前候选居，损坏宫规，无天事，断资格。若只是私情，陛下还能商好天事，宫禁就不是陛下想护就能护。此事之后，让禁卫搜。现在不搜，现在搜只能搜到一只石盒，夜深了，门关了，人流了，那才叫证据。若徐年敢变呢？明日我再给他一道题，先让他坏私规，再让他妄议国运，一夜一招，双罪压身。寒门入云京，最怕的不是财不够，是没有人替他解释。那就吃饱些。你这些天到底在哪？云雀商行替宫里采买，采买到能进御前偏院，有牌。我信你，不信牌。这差你一直带着，就无。旧物不会压气息。夫君现在连女子发钗都要查，不是查发钗，是查你。查出什么了？你会看朝局，吴越会传攻令，云雀商行听你调度，还有这木钗藏着黄气。娘子，你越来越不像商行妇人，那像什么？像有人怕你被认出来。夫君，怕吗？怕你出事。不怕我骗你。你骗我是为了藏命，他们骗我是为了要命。那就先活过今晚。主子，偏院外多了2队人来了。韩仲元，他不会亲自来，但刀一定是他递的。顾先生，韩仲先动了，此事搜供，罪名是商行女眷私入偏院，御前候选勾连外商，殿试前坏宫规。是这口。你们还不走？走了就坐实心虚，留下更危险。危险才会逼他们入手。你到底是谁？徐年娘子。徐年娘子能让云雀暗卫结宫中艳羡？云雀暗卫。顾先生，现在不是拆台的时候。我只提醒一句，敬畏若先杖，你们就算无事，也会变成有事。我要的就是他们先杖。你疯了！他们想看见丑事，我就让他们看见一半。一半？看见夫妻同床，看不见身份真相。你想把宫禁私会改成妻子首级，还要把商行勾连改成妇人无知。韩仲元想拿大罪压我，你想用小错盖大罪。对。若撑不住，亮此签，至少能拖到天亮。多谢。用不上，你还有后手。有。你还留这个？他们要证据，就给他们。小罪能罚，大罪会死。你的差会暴露。他们看不懂，我看得懂，所以我才让你看见。药渣、熏香、热帕帕都备好了。你们什么时候备的？主子来之前。看来今晚不是临时起。韩仲先要在宫规上杀你，那我就先把宫规里的退路铺好。退路是什么？妻子探病，偏院不能留宿，所以我会怕，会哭，会说不懂宫规。你真会哭？姑爷，您太小看他了，多嘴。那是什么？护身的。宫里护身物。1刻之后，若刀逼到床前，你再问，
你连口谕都背好了？我背的是命，你的命。东侧2队，西侧1队，领头的是禁卫统领。来了。你真要这样？要胜局稳当，这不是小局，所以别演假。夫君有没精神准备啊？你心里有准备吗？那就配合我赢。什么人？宫院偏院不得擅闯。奉首府手谕搜查偏院。令书何在？我要验令。让开！偏院住的是御前候选，你们深夜带刀闯入是搜宫还是逼宫？商行女眷私入偏院，疑涉电视舞弊。让开！谁说有女眷？里面是谁？他们会先扣舞弊，我打私事，打家事，他们问公规，打救济，他们破门。里面的人出来！夫君，他们怎么进来了？深夜闯室，刀逼床前，这就是首府大人的公规。还敢狡辩，人赃并获！这是我妻子，商行女眷留宿宫院，罪加一等。妾身不懂宫规，妾身只知道夫君病了。病了，救济犯了，他守了一夜。夜，再等一些。为什么？让他们的罪够重。凤翎传谕，都住手！凤翎，陛下口谕，偏院之人谁也不准碰。陛下口谕怎会在你手里？你是在问我，还是在问陛下？首府手谕在此，奉命搜宫。首府手谕让你搜，陛下口谕你选一个。可床中确有女眷。我的妻子，御前候选私留女眷，是犯宫规。并谁能作证？药碗、热帕、药渣、凤山牌都在外间，你们进来时眼瞎了？即便如此，也该验明身份。你再动一下账，明日金殿之上问你一句，你是奉命搜宫，还是趁夜窥探女眷内侍？退！统领，全都退后！手谕留下。你还要扣首府手谕？冲撞陛下口谕，政务自然要留。给他！一枚凤翎能压首府手谕，能压住他们的不是翎，那是什么？是他们不敢确定连后那位到底护你到哪一步。那你呢？我确定。确定什么？今晚以后，韩仲淹不会只用私情杀你，他会把你推到国狱上。昨夜偏院搜宫，被凤翎压下了。听说床帐里真有女眷，陛下既然传谕，怕是不想追。陛下护的是宫中体统，不是纵人坏规矩。首府是要论夜宿之罪，夜宿是小，引商入宫才是大。商行女眷入御前候选偏院，确实敏感。殿试之前，御前候选与商路相连，诸位觉得这是私情？若涉商路输送提议，若涉公祭买通人情，那就不是私德，是国规。正是。一个寒门书生，文章再好，若为入殿先乱宫禁，将来得了权柄，谁来担社稷？可他如今受陛下留名，越是留名，越该先洗钱。若在朝上明帖，恐伤圣意。本府不逆圣意，本府只替圣上问一句：宫规能不能破？私情压不死，所以今日寓意你来压。压什么？国运。他若闭嘴，寒门锐气尽失；他若开口，就扣他妄议国院，阻镇结门。让他在天下大义面前自己撞刀。对，昨夜是宫规，今日是国本。那帮人眼珠子都快掉床上了，越想看清，越不能让他们看清。你故意让他们看见一半，全看清就没得演了。一半是夫妻，另一半是宫规。对，他们想把我写成商行秘史，我就把自己演成不懂宫规，只认夫君的小妇人。主子昨夜那声妾身不懂，我听着都快信了。你以后少说话。是。你哭得出来？夫君，妾身只是怕你出事吗？看吧，柔弱不是软，是钝。这盾挡得住宫规，挡不住国运，所以要统一口径。你为何入宫院？云雀商行奉善，我替管事送食。我能作证，奉善牌是真的。为何留宿？你救急犯了，夜里咳血，药渣、热帕、熏香，昨夜全留了。为何进内室？我怕夫君死。太重。那就说我怕夫君出事。为何同床？夫妻本就同床。婚书呢？在青兰老家。他们会说你攀附御前候选，所以我要哭。他们会说我勾连商行，所以你要把话带回殿试。怎么带？他们问商行，你答民生；他们问宫规，你答国本；他们问我，你就答一句。哪句？她是我妻。这句说出去，你就退不了了。夫君，我从进院门那步棋就没打算退。今日寓意
只论一策。北荒结门将起，国运如何镇守？当据天下文气，助镇国大政。再则承运之人居中执政，承运之人，诸位以为何样？自然是天命所归。徐年，你呢？先问一句，助阵从哪来？国有难，万民当共担。共担不等于被夺。你是说镇运司镇国有错？国运非司库，更不是谁的口粮。口粮二字太重了。北荒结门一起，亿万生灵涂炭。若牺牲少数，能救天下呢？谁来定少数？朝廷。谁来受牺牲？自然是愿为国分忧之人。若他们不愿呢？国难当前，岂容人人自责？那就不是共担，是强夺。记下。圣贤一言，舍小权大。圣贤还言，民为邦本，本摇则国危。空谈仁义，挡不住结门；痴人文运，也使不住国。放肆！这是在妄议国运。去年你是在质疑镇运司，我是替被镇运司抽干文心的学子问一句：他们的命凭什么变成别人的功？证据会有的，没有证据却当堂诋毁国策。徐年，你知不知道这句话足够夺你殿试资格？夺吧，若殿试要我闭眼看人被吃，那这资格不要也罢。徐年此言，本官记下。劳顾先生写清楚，我不是反国运，我是反拿人命为国运。偏院那边闹了一夜，密库这边果然松了。韩仲彦以为我在护徐年，他不知道您还借昨夜搜宫调开了查库的人。他拿公龟做刀，我就拿他的刀割他的账。这里赈财采买3000两，云雀流水同日入银3000，货单呢？空白。押运签押呢？也是空。不是买货，是在借商路洗银。这里多了一列，念仰慕，仰慕，每一笔后面都挂着学子名册，名字：青兰李秀才、河东周文生、临川宋举人。这些人我见过折报，要么疯，要么废。折报上都写科场失信，不是失信，是文心被抽了。初5出营，初7入库，初9名册折损，每月都一样。他们不是临时抽文运，是按月为镇。为什么镇？结门。还有去向北郊寺院、养鹤园。谁挂名？首府府外卿，外卿只是科，最后总签被刮过。写着首府府安印。韩仲彦，原来你不是护国，你是在治国。青兰李秀才、文心烈、河东周文生、申师费、临川宋举人，3日后报王。这就是你说的护国？主子，天书阁那边传回来了，徐年如何？沈无涯设国运题，逼姑爷表态。姑爷当堂说，反拿人命为国运。他说了，言官已经在拟妄议国运的折子。韩仲阳果然下第2刀了。要不要现在传旨护他？现在护，只能护1次。那怎么办？明日金殿，殿试开场。韩仲营一定会把公规、商行、国运3罪一起押上来，那姑爷会很危险，所以我要让他在最危险的时候看见我。主子是要，昨夜我做小妇人，是为了让他们轻敌；明日我做株连后，是为了让他们闭嘴。韩仲贤要拿规矩杀我的夫君，沈无寒要拿天命压我的夫君，那我就他们看清楚，谁才是这座宫里的规矩。陛下，传顾明沙，让他明日金殿把今日寓意一字不漏带上。是。再传云雀暗线，盯死养鹤。是。徐年，你敢替被吃掉的人说话，那明日朕就替你站出来。殿试策问关乎国运，天命所归，自当以文在道。文道圣主，岂惧天命？今日策问由沈公子主引。徐年，你可准备好了？随时恭候。陛下亲临，株连将起。恭迎陛下。莲后，是他。陛下驾到。众卿平身。苏婉月。考生徐年，奏卷落地，失仪。拾起来。臣失仪。看来徐年见陛下威靡，心神不稳。殿试继续，考生归位。是。陛下，今日策问，臣引题天命。可。天命为一，何人可知天下文运？
天命为一，此言谬矣。谬在何处？天命若为一，天下文运岂成私物？徐年，展开说。陛下，此问关乎国运政事，文运在民，天命在众。那你认为何人可知？执文运者，非一人，乃万民共书。臣答：天命非受，万民共书。文气巨现，圣文引动了。文运如川，名为源流，直川者非罢川，乃疏川掩流，泽必苍生。你这是否定天命为一？天命若为一，节门何以开？问运若私枕，学子何以弃？徐年，你此言近乎妄议。策问未完，首府勿扰。陛下，臣答毕。答得好。陛下，此论恐害国本。国本在民，民运在文。徐年此论正合正义。文道圣主，他竟是顾先生，看来你站定了。首府大人运司长才是撼动国本。陛下今日似乎格外偏袒徐年。陛下只是选了该选的人，偏袒。沈公子天命所归才是该选。天命若真为一，殿助圣文为何应徐年而不应沈胡鸦？顾明沙，天书阁不想卷入朝政。天书阁守的是文脉，不是私运。徐年必须除掉。陛下，人已清空。徐年，陛下，现在这里没有陛下。苏婉月，夫君，见了朕还装不认识？真是女帝？我真是你妻子。主子，徐公子，月儿，关门，守好。是。所以那些账册，那些节门残图，都是朕在查。夫君，你藏的比朕还深。文道圣主传书先知，现在我们摊牌了。摊牌了，这天下我们一起改。夫君，接下来跪还是抱？抱，永远抱。现在轮到你说了，文道圣主还是我夫君？都不是装的，一个是真的，另也是真的。这支钗戴了3年，你摸过，替我收，却一直没拆穿我。我起初只当你出身不凡，后来闻到黄脉气息，再后来账册口谕凤灵，我才敢往最不可能出猜。那你也该知道，我去借青兰不是游山玩水，是我。韩仲轩那次逼宫，他没明着反，死的是我。我若失踪，才能看清谁起。所以你引进青兰，还顺手嫁了个书生。顺手？不是顺手，是选了。我查过你祖籍，现学旧乡，我也看过你替邻里写状子，我见过你把半碗米让给人。所以那场婚不是娶你？不是，我当时就想过2件事。主子，徐公子，今日开始不必再瞒他，也不必再替朕装傻。奴婢本姓宁，乳名月儿，自幼随嫁，先皇后去后便一直跟着主子。所以你在青兰做饭、买菜、骂街，全是装的。做饭是真会，骂街也是真能骂。他是朕第一近臣，也是云雀商行的暗口。朕在民间那3年，他替朕遮了9成痕迹。剩下1成呢？主子故意留给您看的。木钗、账线、出入牌，还有那碗面。哪碗？新婚那晚，我说严重了，你明明没下言。你那时就在试我，我想看你会不会翻脸。结果我又给你下了1碗，所以我才嫁得更稳。那徐公子也该说了，您到底强到哪一步？我能以文入道，读书抄书都能提修，写字成阵不算难，一诗镇敌也做得到。金殿上那不是极限。不是。那您之前一直装穷书生？穷是真的，书生也是真的，只是没你们想的那么弱。还有一句，你在店里说过穿书先知。有些事我现在还不能尽说，但有一点能说，我知道几个未来节点不是小祸，是灭世纪。说清楚。北荒节门会开，镇运司会反噬国运，云京会先乱朝再乱城，若不拦住，百官学子百姓都只是养朕的柴。那主子他会在居心。你一直瞒着我，是因为这个？因为我知道你会冲在最前面，而我不想看你死第2次。第2次？口误。徐年，先看证据，说太满，反倒误事。去密室，去密室，奴婢开机关。这是近5年流水，每逢春为秋回，异常最大。这里，首府府印藏在覆墨之下。这图不是单图，是镇古一角，至少还有2块。镇运司抽文运，云雀商查到的墨料去向也指北荒，那就对上了。镇运司不是单纯筛人，是先借验身时抽文运，再以国库文墨运往北荒，最后未进节门大镇。可韩仲先为何要养他？因为他需要一个天命。沈无涯是其一，
也是容器。容器？他吸的是人旺，韩仲先喂的是文运，结门要的是国运开口。他想先造神，再借神夺国。没错，沈无涯在前面也救世，韩仲言在后面收归附。学子被抽运后会更信唯一强者，百官被逼站队后会更怕艺术。所以公子被盯上，因为我不认那套，因为你让满殿都听见了，还因为我活着，我在，他们的天命就不完整。那北荒是镇心，云京是什么？镇所，一边吸一边镇，国都越稳，结门越能悄悄长。若直接查封镇运司呢？会惊蛇，韩仲阳手里必有替罪人。若直接拿沈大玄，他现在民望正盛，动他便是逼他提前黑化。那最要紧的证据呢？完整阵图、活着的账口，以及沈无涯被节气侵染的实证。韩仲明要借朕的天下养门，那朕就借他的局，挖他的根。奴婢去盯首府府。不够，还要盯天书阁负责卷宗，看谁替沈玉牙造势。在家宗门供奉弥勒，朕要知道谁跟他是一串的。图拼明白了，账还没算清。你先算，还是我先算？你骗我3年，你也骗我3年。我是不得已，我是不敢赌。你夜夜睡在我身边，却一句真话都不说。你日日叫我夫君，却连自己性命都不说。若我先说了，你还会像那样待我吗？哪样？给我烧灶，给我热汤，我半夜梦魇，你拍我背，我手凉，你把炭盆挪近。会。你答得太快了，因为那不是骗你的。可你还是防着我。你不也防着我？新婚第2天，你借口找颜，翻了我旧木书香。我怕你是韩仲先塞来的钉子，我怕你是冲我命来的局。你早就这么想。我在青兰刚醒那阵，谁都不敢信，可你偏偏闯进来了，又偏偏对我太好，所以你宁愿装弱。所以你宁愿装软。徐年，你知不知道，我最气的不是你强，是你明知要出大祸，还想一个人扛。那你呢？你是女帝，就该什么都自己吞。我若不扛，天下谁扛？你有我。 3年前没有，现在有。我不是等你护着的书生，你可以拿天下赌，但别拿自命瞒我。那你也听着，以后再敢自己挡死局，我先治你欺君。那你先认罪，骗婚、隐姓、瞒夫。大胆！彼此。青兰那年冬天，我高烧不退，你守了我1夜。那时我就想，若真有一日回宫，我也得把你带回去。我那晚也想过，不管你是谁，我都不能让你死。那就别再各扛各的。好。也别再试探来试探去。好。夫君。 这次说话算话，陛下先做个榜样。外头清过了，3道门都换成自己人。先定一件事，婚约不能公开。公开，韩仲言立刻改口，他说我挟婚进权，也会说你私情乱政，那样朝里会炸。但不公开也有坏处，你在朝上会更孤。故意方便钓鱼，他们觉得我没靠山，才敢把活口往我面前送。那顾明沙呢？他要留在明面，继续做冷脸先生，由他朕会天书阁的监，让他能差点是奉旨。明确商行这边呢？ 断掉首府怀疑过的线，换西市暗仓接头，奴婢亲自跑。不，你留宫里，你在宫中比在外面值钱。我要你盯3件事：首府府来往名单、沈无涯入宫频次，还有镇运司夜间封库。奴婢记下。你呢？你在明面上怎么走？继续做那个寒门新贵，嘴上封一点，手上收一点，让韩仲淹觉得我有才，但还不够成熟。让沈无涯觉得你可收，或者可杀。太险了，险才像真局。若他们提前动手呢？ 我需要一道地权后手，拿着。剑玉如见朕亲才，还不够。你还要什么？你把北荒军报权限借我一半。那可是军情口，给朕不借你一半，朕借你全权先阅。陛下真大方，对夫君应该的。那若首府提前逼婚事呢？就让他们以为苏婉月只是云雀商行旧人，与徐年有旧情没婚书，可婚书是真的，所以要藏好真的。等调出韩仲轩，朕再把婚书拍他脸上，那场面奴婢想看。 会看到。今夜起不是各查各的，是同一盘棋。同一盘。奴婢入局。陛下，陛下，急报，急报！何事惊成这样？北荒军报说，沈大人于外朝请命，愿赴北荒镇守结门驿洞。他主动请命？是，还在朝门外加了一条。哪一条？请徐年公子同行。 点名说徐公子寒门出身，最知民间节患，可待朝廷监国测试。监国测试是假，因我出京是真。首府呢？首府大人已经复议，还说此举可凭众议。他们这是联手逼人。北荒军报呢？一文报长3呈告急，已有文修失信。来的真巧。你想去？我必须去。公子北荒现在就是口子，
所以更要去。镇心、残图、沈无涯3样都可能在那里碰头。你若出京，京里便只剩朕和韩仲淹对比。正好，他盯你，我挖北荒，两头一起来。那我立刻去布攻陷。先等朕一句，你若去，就不是被他带走，是替朕去拿刀。那陛下把刀握稳。陛下，外堂还等回音。传朕口谕，准沈无暇所请。主子，徐年同行，即刻备案。他急了。不，是他以为终于能把你引出京城。那就看他是去镇节门，还是去送命。臣愿赴北荒镇节门，但请陛下赐徐年同行。刚中殿试就派北荒，这是历练还是送命？沈大人钦点，他是看中我。朝堂之上，慎言。为何点名徐年？北荒劫患不止在朕，更在民心，在流言。徐年出自寒门，懂民间苦处，又善策论，正可辅臣。北荒是晕雾重地，你要一个书生生做什么？臣要他看见真哉。臣去。朕还没问你。臣既主张万民共书，就该去看万民受什么苦。陛下，臣有一言：殿试未毕，名次未定。若此时私受高位，坏的是规制。臣不求高位，只求徐年以侧臣随行。首辅说的对，徐年，你若去，便只可挂侧臣名。臣领旨。人是你点的，若他死在北荒，朕先问你。臣愿担责，臣也愿担这趟路。准，即刻备案，3日内南出云京。陛下方藏那句像在护徐年，他只能说一句狠的，却给不了徐年半名权。沈无涯带他去北荒，那就是进了龙。北荒不是龙，是坑，那边都不好了。义县军报、押粮、书吏，该断的都断了，该留的口。若徐年真有几分本事，有本事更该去。不去，陛下会护成羽翼；去了，便要在沈无涯脚下走。那女帝这边呢？京中没了徐年，他便只能独扛群臣。朕运司旧账，我也好慢慢收谷。第2块残图真在沈大人那边？不该问的别问，你们只记着，北荒要么埋徐年，要么逼徐年露底。若他活着回来呢？那就让京中先变天。首府是要两头一起压？不是压，是杀局并行。北荒收人，云京收权。沈无涯带你去，不是查灾，是要把你放进他地盘。正好，不进他的地盘，证据不冒头。天书阁可下监督文书，我以复合军中文为民同行。你一去，便不只是先生，是朕安在他眼底下的笔，笔可以断，但记录不会断。奴婢刘京，云雀商行西市暗仓已腾空，密报可走商路，不走官驿。你能盯几条线？首府府、镇运司、南门一台，再加一个宫中旧书吏口，密诏走你手，宫外消息也先入你手。北荒若要翻军报，没有明旨，军中未必认，所以有这个。能开到哪步？先阅北荒军报，先居6品以下军力，遇战时可接3次击掉。再多就是逼他们当场反。够了，3次够砸开阵型。可若首府先在京里发难，那就让他发，他一动，我就顺着抄。我还要一项权限，凡随行文书，我可留副本。准。顾先生，你这回站起来，就退不出去了。从问心卷裂的那天起，我就没站在外面。那便定了，京里由朕和吴越收线，北荒由你和顾明沙挖谷。我去拿阵图。我去拿文正，奴婢替2位断后路。此配不是护身符，是朕的第2只手。能调多少人？北荒驻军3成，但只能调边角，不能动主营。怕军中有人跟首府一线？不是怕，是已经有。那更值钱。诏在，人便认你是正派的；玉佩在，刀便认你能砍。你把这些给我，朝里就更难周旋了。朕若连这点胆子都没有，也做不到今天。称帝不敢，称刀可行。徐年，朕给你刀，不是让你逞强。我知道，刀要先抛阵，再抛人。还有一条，若你查到沈无山被劫弃清苦，别急着杀。你要活证？我要他在满朝前自己裂开。那你呢？我一走，韩仲孝就会逼你亮底牌。他逼一次，我就收他一条线。别把自己逼太狠。你也一样，朕能失一举，不能失你。这话太重。那你记牢些。记牢了。北荒我去拿证，云京你去拿头。东侧2班禁卫我都支走了，主子只有半盏茶。半盏茶够了。朝上那一出，你演得比我还冷。不冷，骗不过你。我差点真想把你扣下。扣下也没用，
北荒那口锅总得有人先。你总说改天命，如今怎么改？不是跟天赌，是把写好的死人活路，把他们的唯一改造成众生都有份。那我呢？你不是局里的祭品，你是执笔人。从前是我一个人扛，以后不许你再让我一个人扛。成交。你在京里别指定韩仲言，还要盯谁替他传火。你在北荒也别指定沈居神，还要盯地脉、盯粮道、盯书吏。娘子交的信，陛下下的令更细。那臣遵旨。等你回来，我会带着阵图，带着火证。我也给你留个京城。不，给我留个干净朝堂。寻路要折回来，去吧。刀我稳。你也别让刀卷口。徐策臣今日同行。沈大人亲自来送，倒像怕我不去。我怕的是北荒没人懂你。懂我？在殿上说万民共书，你见了真货后还能不能这样说？那我也想看看，沈大人口里的救世，到底救的是人还是你自己？北荒会给你答案，最好是真答案，别又是摆给朝廷看的。徐操臣话里有刺，寒门出身，嘴不金贵，我倒欣赏你这张嘴。可惜北荒风大，嘴太硬，容易折。那就看是风先断，还是人先折。二位若试完风了，就别误了官时。顾先生请。沈大人，北荒见真章，北荒见天命，我只信人命。检测到同源结纹波动，目标锁定中。第二块结门残图载体，还真带在身上。好，这趟北荒不止拿证，还要把你的皮一层层揭下。诸位看看，这就是结门给朝廷的答复。这太惨了！结门竟敢屠戮读书人，所以我们必须立刻镇压，不能再让节气蔓延。沈大人，这些尸体掉得太整齐了。徐大人什么意思？结门杀人会讲究排场吗？先议师，别急着下定论。文胆空了，死前就被抽干净。不是节气侵蚀，是人为抽离。这墨里有镇运司的隐味，和云京地下的一样。徐大人，您是说他们先被抽走文运，然后才被吊在这里？徐大人未免武断。结门诡秘，死状千奇百怪。沈大人，你急着开阵镇压，是想掩盖什么？我只想救北荒百姓，徐大人却总怀疑我。这是镇运司的圣文，和云京镇谷一模一样。首府的手伸到北荒了，军务、文运，他都要吃。不止云京单点，这是覆盖朝堂与边关的系统。所以他们制造惨案，把结门推到前面当幌子。调查方向得变了，不是镇劫患，是查内鬼。还得夺残图，沈雨后身上那块。北荒有没有哭声？有，地脉里有哭声，和云京一样。一模一样，都是文魂在哭。首府在北荒也布了阵，抽文运，为结门，按密诏翻押，所有相关旧吏暂押待审。陛下，首府府有动静，让他们动，动得越多，线收得越全。北荒线索对上了，徐大人那边恐怕已看到证据，他必须拿到残图，我们才能在京中收网。徐大人夜守辛苦，不如共议镇压方案。沈大人主导就好，我只是侧着。徐大人何谦虚，殿上万民共书，震旦震动朝野，那也比不上天命唯一。沈大人一人便是天命，天命授我，我便要救这天下。救天下，先杀书生，用他们的文胆为你的天命。徐大人，你总是把我想得太坏。我去楼下看看地脉，沈大人继续议你的方案吧。文魂哭声，同源文运抽离痕迹确认，北荒与云京为同一系统。首府的手伸得太长了，边关军务也成了他的粮仓。残图该用，今夜就喂给他。残图，他真的带在身上？那都是为你准备的。徐年啊徐年，你听见哭声了吗？不止拿证，还要把你的皮一层层揭下来。徐大人既懂文运，不如猜猜，今夜该先救城，还是先救你自己？沈大人这话问得对。城外一朝已起，百姓命悬一线。你若不开护国文阵，荒城必被吞噬；若开阵，镇严所需文运又会流向何处？自然是流向朕心，护佑大宁国运。沈大人，你手里这张图不是护国阵图。徐年，你是在质疑天命？我质疑的是有人想借我的手喂捕不该喂的东西。那你就眼睁睁看着百姓去死。沈大人，一朝已到3里外，
再不开阵，城墙撑不住。徐大人，阵图已备，只差你落笔定文。这阵是谁改的？徐大人，开阵吧！我家妻儿都在。百姓性命与你那点猜疑孰轻孰重？阵我可以开。徐年，阵文里有东西。我知道。笔墨已备，徐大人，请。此阵名为护国，实则抽运。徐大人，落笔须快，一朝尽了。抽运之线藏于第3文与第7文交汇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在说，阵要开，但线要断。阵开了！阵开了！阵开了，百姓暂安。徐大人果然心系百姓。沈大人，抽走的文运，现在去哪儿了？粮械入库数与首府密令调拨数对不上，军需司另有一本暗账，这里每3月一次特殊补给送往峰山方向，军中有人专门配合沈用轩，得把这东西递给该看的人。按密诏权限，镇运司旧账相关人全部暂押，已查明3人，今夜便可动手。北荒急报一朝已起，徐年被迫开阵。陛下，京中线索不能断。你去抓人，顺藤摸操。明白。就是这里。首府府与军需司共用的暗仓，这些足够撕开一层皮了。大人要全部带走吗？带走关键，留痕待查。文运留下，不对。阵已开，城已就，有何不对？护国阵抽走的文运，本该回流振兴循环。北荒地脉特殊，文运需先经封山净化。净化？我看是喂养。徐年，你话太多了。你们不是在守门，是在卫门。你知道又如何？阵已开，门已动，皇城被救下了，可被抽走的文运全灌进了封山。身在喘气，裂了，又裂了！后撤，快后撤！救我，救我呀！砍不断，都砍不断！看清了，徐年改阵，结门才斗。此人若不拿下，荒城尽亡。徐年，快！都闭嘴！退！一个字，一个字。他拿字压住了门，阵是我开的，结也是我结的，谁在卫门？现在看清了吗？诸位莫被障眼法骗了，异端最会先造祸，后装救星。今日能退半步，明日就能放出整座门。徐大人，你方才改过阵文，我若不改，你现在都不能站在这里问话。你强风节气，只会让山腹积结更深。北荒若崩，你担得起吗？担不起的是你。护国阵本该护城，是谁把它改成卫门阵？又是谁守在这儿等人开？沈大人，此事你可有解释？军阵设国运，岂容一个寒门不寒门？你们刚才活没活下来？军阵设国运，岂容一个寒门杂修胡改？寒门不寒门？你们刚才活没活下来？活下来了，是徐大人救的。记住就行。我的字能护城，他的嘴只会开门。将军，先看这个。顾先生，现在不是时候。现在才是时候。粮3万到，到账2万，弩机500，入营只剩320。再往后翻，看封山公料。这些不是军用，是养镇用，为山用。谁批的？首府府暗印，北荒港转运签押，沈无沙亲笔复令。我带的兵是来守关的，不是来填门的。所以我把册子给你，北荒军心该归谁？你现在能定？若此册为真，我以天书阁印担保。来人，封住主营到封山的辎重道，没有本将手令，谁也不许再运1车10块。军心可以丢，门内规节约不能丢。只要我先拿到它，你们全都得跪回来看我。不留下！晚了，你以为压住一只手就算赢了门？你冲进去，正好省我搜。徐年，进了山腹，你就不是救城的人了，是送命的人。听见了吗？他在叫我。他叫的是祭品，不是主人。你总说我卫门，那今天我就拿你去试门。断！不可能！你到底什么文静？给我送你下去！拿来！我认的是天命，我专改这个。
徐年拿了也没用，韩仲轩那边已经先你一步，说清楚，去云州啊！共鸣了，不在北荒，第3阵在云京。吴越，暗仓瘴气都送到了。回陛下，暗仓府3处军需司内库外采，全自工程府了，现在这里。文庙救机，内库地脉3点成阵，说再往里1寸，就进皇城根了。韩仲英，你想抽天下文运，还想拿朕的皇城做锁？北荒还没完，京城先要炸了。婉月，等我。说，第3阵掩埋在朕的哪座宫墙下？陛下，奴才不知，奴才只是送册子。你送的不是册子，是埋进皇城的刀。再装糊涂，朕就叫你亲眼看着你九族怎么陪葬。首府大人只是郑国，不是谋逆。郑国，把文庙挖空，把内库改卖，把宫墙当地锁，这也叫郑国？西南宫墙外，文庙救机，还有内库地脉。点成阵，朕心压皇城根。奴才不能说，说了也是死。不说，现在就死。说了，朕让你死得快点。郑成那日要借大计取，最后不开锁的我是家的皇脉。把他偏牢，你松轻一下吧。还想拿朕的命开锁了？今夜谁都不许见。西市暗仓的契书、军需司转运签条，还有宫内采买伪账，奴婢全带来了。对，朕要看他怎么把脏水从宫外伸进宫里。这批修庙木料，实则是镇纹石；这批玉墨原料，实则是聚韵砂，名目都干净，去处却全脏了。首府府暗印，军需司附押，内库页签，他把朝里朝外串成了一条为朕的线。还有这笔商行流水，3次转账都在大祭前夜，像是在补最后赈财。北荒残图印阵，京中瘴气补现，现在连钥匙也出来了，闭环了。若朕全开，陛下不是被伤，是被当成祭引，皇城旗器也会被拽走。他算准朕不能退，朕一退，百官先乱，皇城再乱，天下文脉就真送他们。那就先锁宫门，再拿杖入朝，杖能定他罪，封门才能抢时辰。今夜朕亲自去，他既把朕埋进朕脚下，朕就踩着他寻一笔。陛下夜巡，出门肃静。列阵，听到。封西南宫门，今夜起，镇止之外，谁进此墙3步，斩。遵旨。文庙外官员求见，说奉首府口谕查查。朕在此，还轮得到他的口谕？拖下去，记名。果然在抽，文脉已经发空。先断香火路，再封地下井。井口已空，内库那边也在合锁。只是公公几名酷吏说首府先有手令，朕也有手令，奉令到处，旧令皆废。今夜封的不是门，是韩仲轩伸进宫里的手。朕既亲自出来，就没打算再藏。快，再快！绕关驿走近道。前头是烂坡，再快会翻。翻了我认，慢了京城认。不对，前面看的是镇伪，现在显的是启镇路。韩仲轩不是要偷运，他是要借机开门。文庙据外运，内库锁中收，宫墙压地脉，3处全开始。最后一点火，得从赵唐身上起。果然，皇脉不是被取，是被逼着自己掐弱登基台，就等于把钥匙插进锁里。婉月，你别硬扛，你站祭台，我就敢拆了他。韩仲先想拿你当锁，我先把他的门写碎。北荒军需密册在此，押送线、换签人、按仓口都记全了。你先起，节气以外溢。封山裂了，边走边说。北荒现在如何？沈菊言坠入黑雾，生死未明。徐年夺下第2块残图，正赶回云京。这几页押签和京中暗仓同手。韩仲央果然把北荒当成外路，把云京当锁信。还有一件，北荒文阵被改过，他抽走的不是军阵余气，是读书人的文运。这些东西最后都往京里送。京北同炉，那大计一开，3路会一起点亮。徐年让我先送册，他说若他迟一步，证据也得先进宫，不能让韩仲昭先占话。你可读出第3阵最后怎么开？暂我看文肥在我手里，若以国脉为锁，便得以地脉为要。陛下，您才是最后那一步。很好，账册、口供都齐了，接下来就等他亲自上钩。
昨夜封了3道拱门，陛下这是冲谁？首府今日请奏，怕是要见真章。陛下，北荒节气躁动，京中人心也已服了。臣请提前举行镇国大祭，以安社稷，以振文脉。提前大祭，太急了吧？若真能镇国，也未必不可。准，镇国大祭提前3日后，祭天广场由首府总理起事。陛下圣明，臣必定筹办。只是有一条，若谁借台要稳，朕也要进，朕会让他和他的九族一起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臣明白，必让陛下安心受祭。陛下，祭杯生变，节气已显，天怒将杯裂了，真裂了！是不是要出大灾了？不对，这不是降文，黑文逆走，想开阵，请陛下献黄脉，振天下节。献黄脉，这怎可轻言？今日若不献祭，天下必乱，国运必崩。首府要朕当场赴死。臣不敢逼陛下，臣只是替天下请命。首府另寻法子，没有第二条路。若真能救天下，可那是陛下呀！献祭之后，谁来承大明光运？自有天命之人。陛下登台，受祭天地。礼继续。第3令，换左不换右。是。仪官，快些，请陛下饮祭酒。首府说朕言已尽，臣亲自验过，那就别让朕失望。第2签入俸。有人在看，看礼不看手。请陛下起天火。起。他在拖，要不要加催祭令？不急，等他自己踏满朕心。礼乐不停，谁乱斩谁。第3阵已经咬上他了，韩仲轩快要摊牌了，那就让他摊个彻底。借杯为眼，借字为锁，文王起！你们想借万民看他赴死，我就借万民见你们路苦。婉月，再撑片刻。不止第3阵，杯底还有东西。沈无涯若来，就不是人回来了。鱼已经进塘，该收线了。诸位都看见了，节气亲杯已非人力能。首府所言极是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救国？也救你们的命。唯有献陛下黄脉，再立天命共主，大宁才能续存。荒唐！若真是天命的，你是要改朝吗？改的不是朝，是天。新主早已现世，北荒镇守沈护衙。终于说出来了，你是宦国。陛下错了，臣是在替天下换命。拿朕的命给你的神铺路。沈朱霞，你已经不是沈无涯了。陛下错了，我现在才是真天命。请天命承运。你的黄脉该交给能成天的人。你成的不是天，是劫。你是钥匙，我是门。你算个锁心。徐年，你终于我早就站出来，是你跪进了黑雾里。天命只容一人。那你听好了，天命非寿，万民共输。我的妻子，谁动谁死。你改了几处？7处，吴越补了3度，第11签也换了。那不该还在这。你们断的是镇路，不是门锁。禁军听令，拿下徐年。什么声音？不是镇明，退开！所有人后撤！陛下！怎么会提前？他醒了，不是你开门，
是门在找你，能顶住吗？你在，我就能写到底。门主意志，那就一起斩，并肩到底。禁军听旨，摇后失德，勾连异端，引动天劫，我拿下！终于到了这一刻，你连最后的脸皮都不要了。为天下计，臣不得不清君侧。镇云司救父何在？他等的就是那一刻。徐年，我在。以吾之血，镇国之运。不可能，他怎么能直接燃烧黄脉本源？王血。第三阵的联动被你切断了。只切了3成，剩下的7成还在抽皇城地脉。吴老，协议已临，文运都是我的势粮。他吃文运，你镇国运，我切镇路。夫妻分工倒是清楚。天书阁奉旨合洪军务，谁敢阻拦？首府有令，任何人不得。此乃阁主亲授文印，剑印如剑圣，让开！守住鼓楼，敲响3通，告诉全城陛下还在。是。北荒守将亲共在此，军需秘册在此。首府韩仲宣通敌卖国，私养结门。北荒37名守将联名血书，指证首府韩仲渊借镇运司之名，抽边军文胆，炼成镇财，运入云京。这秘册之上，每一笔军需转运，最终落点皆是皇城西南内库。韩仲宣，你拿什么镇国？好一个天书阁！既然老夫实在养门，因为这大宁的国运早就烂透了。唯有结门重启，方能抵挡着污浊世道；唯有天命之子沈无涯，方能执掌新朝。说得好，旧的时代该结束了。他在强行吞噬现场文运，为使结门意志。结门在借他快速恢复。那就看看你养的到底是什么。完整的结门阵图，你怎么会有？祭天碑只是门户，不是核心，真正的总阵眼不在这里。进攻，聪明。我的进攻陛下。陛下，真正能吞掉整个大宁文运与国祚的结门总阵眼，不能让他先到。走。内廷，我知道，守住陛下寝宫外围。感觉到了吗？就在这里，天命，终极的钥匙。退开，这是我的地方。你呢？错了，陛下。从你登基那日起，这底下就在替你养着。那就让他滚出来。婉月，等等，这纹路不对。给我开！天命归我。走，我倒要看看韩仲宣到底在我床下埋了什么。这都是这些年病故、失踪或是战死的。不只是人命，系统解析。文运被抽，灌注门内作为燃料，人民血债铸成门体的骨。而你寝宫上方的黄脉地气，是温养这扇门，让它与皇朝国运深网的炉火。韩仲央，好手段，用我的床、我的气运养这把要劈开我江山的刀。看到那个了吗？那不是物理的锁，是叙事锁。叙事锁。结门运转依赖一个底层规则，天命唯一。沈无暇就是被选中的那个唯一。不打破这个叙事，即便我们毁了这扇门，结门意志也能借沈无涯这个天印之子的壳，在别处重生。所以不仅要毁门，还要废了沈无涯的天命，或者说让天下人看到谁才是真正的天。苏婉月，出来，用你的地印碰一下这寝宫地脉枢纽，否则老夫每隔10息杀一人。陛下，不可啊！老臣死不足惜，国印绝不能碰邪物。顿阵前压3步，攻守准备，瞄他举服的手。陛下未立，一步不退。时机已到，吴越，你护得住宫门，护得住这些废物的命吗？内廷禁卫听令，
我们的命是陛下的，但此刻陛下的清誉与江山重于一切。准备接敌！看啊，这才是天命所归之地。苏婉月，你的黄脉不过是温养他的新柴；徐年，你的文道不过是点缀他的花纹。唯有我被门选中，承担劫运，才配执掌新旧交替的天下。被门选中，沈无涯，你仔细听听，门上的名字是在呼唤你这位天命之主，还是在哀嚎着向你索命？成王败寇，他们的文运性命能为新世奠基，是荣耀。靠窃取国运点燃的坟墓，这也配叫天命？闭嘴！你们懂什么？旧朝腐朽，文道将死，唯有劫难方能涤荡。我是唯一的引路人。苏婉月，把地印交出来，亲手为你腐朽的王朝敲响丧钟。苏婉月，地印呢？你想看他们全都死在你面前吗？韩仲轩，你看清楚了，此人徐年并非外臣，更非逆党，他是我苏婉月三书六礼、天地为证的夫君，大明朝的帝君之选。奸臣窃国，邪祟乱运。今日我夫妻二人便为这天下清一清门户。荒唐无耻，妖后私通，你们！韩仲轩，你挟持人质，勾结邪魔，窃养劫门，罪证确凿，还敢在此狂吠！众将士听令，帝君在此，与我共诛国贼，遵陛下帝君令。陛下万岁！陛下万岁！不，我才是天命唯一的伴侣。帝君，胡说，乱我道心。宣誓锁松动了。那是主上，你醒了，你看到我了，我才是。别让他碰地印！陛下，替老臣把这天下交出去吧！你连地印都敢砸，老臣还装什么忠？他不是示威，是夺名分。他想逼朕背开门之名，还想借地印把残阵全点亮。云京12节点，听我号令！叔父大人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做你们不敢做的事！三朝文运，万民金器，都该归门。你拿朕的江山养门？不，他是在拿天下为怪物。黑门先别碰，先断人间的网络节点。对，你夺攻城节点。你去总控书阁。去吧，看你们谁快得过这座城！禁军心部，跟朕压中轴！拦住他，守住东节点！你守得住吗？陛下，东节点已灭。不停，回西南攻强。陛下，玉库门被旧监锁死了，人呢？2个投了首府，一个已经拿下，另一个想烧御册，被我砍了手。做得好，药库教你，先换令，再换人。明白，旧牌作废，新令直发。吴统领，北门守将不认新令，不认令就认硬，若还不认，夺门、换锁、绑人。谁借首府的明兰门，一并按宫变论处。西南宫墙已接回半线，内廷药库已清，八门可重新调兵。徐年，你最好已经进阁了。陛下放心，我再替您抢回最后几大门。就是这3重封文，都是首府私印，越藏得深，越说明怕人看。这味道不对，不是普通藏书味，墨里掺了文灰。这些不是血档，是控制罐。文庙旧基内库，宫墙地脉3点成阵，书阁居中。癸卯年春，军需转运。翻墨页，没有兵部押文，只有首府签记。伪诏线出来了。这只是寂寞纸，只给血气用。
这不是供族，是契书。念。以三朝文运，换门息不灭。继续。以皇城声明补所缺之时。韩仲贤真浅了，他竟把大名写进祭词里，所以他不是剑门夺权，他早把自己卖给门了。历年伪诏127份，这份改了军粮去向，这份把北荒文修名额抽空，这份借修庙偷挪地脉时，连科举名册都动过。他不是临时养门，他是用三朝制度喂门。还有这个。供养契书序业，每逢大考大祭大赦，都是抽文运的口子。他把皇朝喜事全做成门实，所以边关会哭，文运会空。天书阁3次上书查文运异常，都被他压了。不是压，是改，改成别的灾报。我一直以为是底下人无能。你通信没用，先把它变成刀。这些证据一旦出阁，百官不会立刻倒戈，但首府再没法装忠臣。对，法理归你们，阵眼归我。有人来了。不是人，是门契。他察觉契书被翻了，那就让他来亲口认。徐年，你还真把根爬倒了。三朝伪诏，宫门血气，看清了，看清你有多脏。脏，史书从不嫌结果脏。你拿百姓当柴，他们活在旧世，本就该招。那我先震了你这活阵眼。晚了，老臣守了三朝，岂会没给自己留位子？你把自己做成最后阵前，不是阵前，是门宣。破！主上戒门令。你疯得真彻底。疯的是你们，还想留着救天下？老臣拿自己的命堵你们的路。明沙，退后！你越拦，我越直。你以为献祭了就能改写结局？我改不了，也要断你们的手！啊！徐年，过桥啊！徐年，陛下，后入我手，一个都别放进来。陛下，您来晚一步。朕先宰了你！别过来！桥还能不能建？这是门火，不是矾火。他烧的不是桥，是通路，也是气运线。该死！你们不是夫妻同心吗？那就隔着火，看谁先死。朕先把你碎了！婉月，听我一句。你跟我一起退。退不了，他就是最后活阵眼。那朕就杀过去。你现在杀不过来。徐年，先去杀沈永沙。我若转身，你怎么办？韩仲章要的是拖我，沈仲商要的是开门。你去断第二只手。我不想把你留在这儿。可你也是女帝，你该做最对的那一步。选！徐年，活着回来。证据在，路就在。陛下，天街方向有节气暴涨。去。现在只剩你我与门。正了，我早想单独算你这笔账。陛下，姑爷还在门前。他让我来这里，就说明这里不能丢。这是黄州外锁，黑门想真正打开，必须先断3锁。哪3锁？地印为内锁，黄脉为外锁，火药为门锁。火庙。沈胡吉，陛下终于来了。你不是来杀朕的。杀你太浪费，你的黄脉是开门的第2道。所以你把节气引来天街，是要断朕的外锁？不是断，是让你亲手交出来。护驾！徐年在门前拖韩仲言，可他拖不了多久。你们算好了，地印已经砸阵，内锁已裂，黄脉若再乱，门就能看见人间。那就先废了你这把活尿。徐年，你让他走是想救他，是让他去守该守的地方。可惜他守不住。3锁开门，地印、黄脉、火药。你果然看懂了。所以你刚才砸地印，
不是为了夺权，是用皇权正统砸开第一锁。正统这种东西，愚民才信。老夫要的是让门承认这片天下。你拿三朝文运养门，拿沈无暇养命，拿女帝皇脉开锁。韩仲贤，你这辈子没写过一篇好文章，倒写了一本吃人的账。你懂什么？天下乱了，天灾不断，民变将起。与其让大宁烂死，不如交给更高的存在重写。所以你跪了门？老夫是替天下选路。是坟。门已醒，你的字封不住天命，那就先封你。你敢审我？天下读书人被你抽文胆，百姓被你骗名望，女帝被你逼地印，我审你轻了。陛下，你明明可以选一条更简单的路，选你，选天命。你也配？好，你越强，门越想要你。你若不选我做天命，我就让他先死在门里。他终于不装了，装给庸人看罢了。天下乱成这样，本就该只剩一个人写结局。所以你要拿他逼着？不是逼，是让你认清，徐年再强也只是一支笔，而我是门选中的人。门选中的不叫天命，叫祭品。你还在护他？他是朕的夫君，也是唯一一个敢告诉天下天命不该只属于一人的人。那我就先让他死在他的道里。陛下，黑门第二锁在练。他若救你，天劫必破；他若守天劫，你就死在这里。老东西，你还是不懂他。你懂？她是女帝，她会选天下该走的路。证据？对，你最怕见光的东西。照。听见了吗？他快撑不住了。只要你用黄脉救他，外锁自脱；只要你不救，他死。沈无涯，你最大的错就是以为朕和他只能选一个。难道不是？他守门，朕守天阶。陛下，外延离体，你会上根基？根基可养，江山不能上，夫君更不能拿来赌。你疯了！朕不是只会打，朕还会定局。你锁不住我！朕不需要锁住你一辈子，只要锁到徐年看清你是什么东西。我才是唯一主角。朕最烦这句，天下与夫君，我都不当筹码，你也没资格替众生定戏份。门在叫我，他一直都在叫我。陛下，他要逃向黑门。不是逃，是门在收药。他体内有门纹。活药。原来韩仲兴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他做人。第三把钥匙不是残毒，是活人。不错，沈无暇就是老夫替门养的活药，天命之子。他不过是门给自己长出来的一只手。你把他当容器养了这么多年，他吃万民人望，门吃大宁文运。等他心甘情愿撞门，门就能借他认路，借他入世。徐年，你赢不了。人心最想要一个主角，门只是给他们一个。徐年，你染了外祸，锁住了他大半截纹，可锁不住门的召唤。因为我本来就是门的一部分。沈完牙，你从一开始就是门给大宁埋的钉子。现在才懂，现在才懂。所以你所谓天命，从头到尾都是结门台词。那又如何？只要最后赢的是我，真假还有谁在乎？那就先封钥匙。封？不，我要亲自开门。拦住他！定。此事只能有一个主角，那就是我。他把自己喂进去了。门要开了。此事只能有一个主角。他把门当成了自己。门在吞他，也在吞云晶。我就是天命，我就是规则，规则我来改。别硬碰，他
他在吸你的文气。不是吸我的，他在吸所有被他承认的文运。看懂了？你的字再强，也写在这天下文运里，而这天下已经被你们吃了20年。韩仲坚和你拿他们养门，他们本就是配角，错，他们才是输赢。你连一笔都算不上。虚年，我是最后一次，民命国罪尾断，赵振锋。不可能！你不是门，只是门上的钉子。看见了吗？你一个人的字封不了天下的门。所以，我从一开始就没说要一个人封。你要用万民共书。电视是我说过，天命非寿，万民共书。可万民不在这里。他们一直在，我的字只是影子。他们被抽走的文胆，被夺走的命，被压住的声音，才是封门的正文。要朕怎么做？用帝印昭告天下，不是让万民跪天命，是让天下知道，他们不必再把命交给一个所谓主角。若帝印连通国运，声音能传到多远？你是女帝，大宁还认你，就能传到大宁每一寸土地。那你呢？我写，你宣。夫君，这次换朕替你撑场。大宁子民，听朕一言。首辅韩仲营窃文运，养劫门，借天命之名夺万民之命。沈无涯所谓天命，乃劫门违命。尔等，朕不问尔等跪不跪天命，朕只问一句：自己的命重新写回自己手里。原来这才是他的局。文魂在回应，我信。停下！他们没有资格写天命。你又错了，天命不是写给他们看的，天命本就该由他们来写。民为元，国为周，君为首。文为骨，命不可夺。不，我是主角，我是天命。你只是一个不肯承认自己是人的祭品。虚年，你凭什么审我？凭你吃了他们的命，凭我听见了他们的字。违命当诛！归门！主上，我为您开门，我是天命。我不是要死。现在懂了，可惜太晚了。徐年，斩连接，振风国运。大宁国运不入邪门。归。我不是主角。没有谁天生该做主角。你若肯做人，本来也能有自己的路。做人太晚了。徐年，别叫我，我不认识吃人的东西。走。虚年，娘子，这回算我写赢了吗？赢了，但下次不准一个人挡门。遵旨。陛下，姑爷，无事。您管这叫无事？还活着就是大事。顾明沙带天下读书人谢徐先生归文运。别谢我，谢他们自己。传朕旨意。臣等听旨。首辅韩仲先勾连结门，窃文运，乱国本，罪证昭天下。朕运司旧案重审，被夺文胆者，朝廷补吏赐养，
还民，立心志气，文运大宁，废天命为一之说，国运护民。陛下这句写得好，徐先生教得好。我什么时候成先生？天下共书的执笔人还不算先生。那先生能不能请陛下准假？准什么假？回青兰，家里灶房那面墙还欠我一个新镇子。好，等朕收拾完这天下，陪夫君回家。天命非寿，万民共书。这一日之后，大宁不再等一个天命之子，因为天下终于开始写自己的命。